你知道吗？在整个北美，只有2座城市至今还完整保留着殖民时期的古城墙，而且它们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一座是我们魁北克省的省府魁北克市，另一座就是我今天要探索的地方——墨西哥坎佩切州的州府海边小城坎佩切。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现在是在墨西哥的海滨古城 Campeche， 这里是 Campeche 的圣罗曼公园。昨天晚上9点过从梅里达出发，12点才到 Campeche， 然后一觉就休息到了今天中午。现在终于要出门去探索这座古城。我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圣罗曼教堂，它里面供奉了一座非常有名的黑耶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眼前的这尊黑耶稣像是坎佩切最重要的宗教信物之一。据说在16世纪，这尊雕像从欧洲运往坎佩切的途中，船只遭遇暴风雨，但最终平安无事。船员们相信是雕像显圣保护了他们，至此供奉不断。上面有油画展示了黑耶稣塑像的历史。我现在就慢慢往东走，去坎佩切古城里面转一转。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走到它的城墙里面的内城范围内去逛逛。已经走进了古城的核心区，能够看到的殖民时期的建筑就越来越多了。坎佩切保存完好的古城风貌，吸引过不少电影剧组。最著名的是2008年的电影《切格瓦拉传》，导演选择用坎佩切来还原1950年代的古巴城市圣克拉拉，在这里重现了古巴革命的最后一战——圣克拉拉之战。现在开始下雨了，我就在这家咖啡厅歇一会儿吧。哇，进来之后非常精致啊，这家咖啡厅。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下暴雨了。这是我点的冰拿铁和胡萝卜馅饼。这个咖啡厅后面的庭院也是蛮惬意的，好像没下雨了，我可以接着上路了。走进了这边的一个小的天主教堂。坎佩切始建于1540年，几个世纪过去，古城里的街道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再走一个街区，就到了坎佩切古城的独立广场，也就是它古城的中心。走到啦，
独立广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城市市中心格局都十分相似，坎佩切也是如此，以中央广场为核心，教堂、政府和行政建筑围绕广场修建，再向外拓展棋盘式的街区。这其实不是巧合。16世纪，西班牙王室制定了一套管理美洲殖民地的法律，被称为《印第安法典》。法典对殖民地城市的空间规划进行了详细规定，因此，今天在拉丁美洲，许多城市的市中心格局都如出一辙。终于看到城墙了，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矮矮的城墙。沿着坎佩切的城墙一共修了8个堡垒，这是其中之一。然后这个堡垒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玛雅建筑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其实利用的也就是原来城墙和堡垒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参观完这2个小小的展厅之后，就可以登上它所在的这一段城墙。这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孔。哦，原来这个门叫 Puerta del Mar。这里再往前走就能走到海边。前面已经隐约的看到了坎佩切的城市标志。这边墨西哥非常的流行，把自己的城市的字母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来作为城市地标。快要走到我在谷歌上找的那家拉面店了，对，就是这家店。这家拉面店并不大，只有4张台。这家店的老板应该是一个2次元。这儿有包子，但是它包子的馅是本地的特色。这里还有定食 teishoku， 有通卡兹炸猪排 teriyaki 照烧鸡肉，还有卡兹 curry。这里的盖浇饭也是有鸡蛋盖浇饭、亲子冬、炸猪排盖浇饭、炸鸡块盖浇饭、牛冬、虾冬。这是我点的饮料 chaya piña， 就是玛雅菠菜和菠萝的混合饮料，这是这边常见的一种清凉饮品。刚刚从拉面店出来了，之后就要去前面的另外一个这边的大教堂。Iglesia de Nuestra Señora de Guadalupe。接下来就慢慢的走回古城的城墙里面了。这就是59街，古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从2栋政府大楼再往前走一点点，这一段古城墙就是坎佩切的城市博物馆 Baluarte de San Carlos。 啊，原来西北角的这一个堡垒是坎佩切堡垒和城墙系统当中第一个完成的。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上午呢，我会在坎佩切的古城再稍微转一转，之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出发去 Ship Hill， 也就是离非常著名的玛雅遗迹卡拉卡穆最近的一个小城镇。
这儿还有一小段城墙可以走。Istituto Campechano。我们走到了 Extraulo de San Jose， 非常气派的正立面。不过现在星期天，它好像也是关着门的。哇，这个教堂的外立面确实是我在Campeche看的这几座主要的教堂里最气派的。